情侣，来，掌声有请。男主人公翟宁，25岁，来自本市，一位健身教练，本科学历，年收入20万元。女主人公丽丽，25岁，来自北京，是一位个体老板，大本学历，年收入70万元。来，有请锁定2位。哇，特别羡慕这有肌肉的男人，但是身材大，心眼小。小片里说是同学，98年认识的。初中、高中啊？初中。那会儿没什么感觉？没有。那会儿我们学习都是还算不错啊，心也比较踏实，就是学习啊。等到08年吧，08年我们有一次在电梯里偶遇，我没认出他，他认出我。你是怎么认出他的呢？因为原来印象也比较深嘛，然后后来虽然过了这么多年了嘛，但是我确实还能一眼认出来他，然后我就叫了一下他外号，他的外号结果还真是他。方便说吗？叫 no， 因为那会儿谁跟我说什么我都说不，永远都是不啊，就 no 啊，不先生。那个时候你没有女朋友啊？没有。你也正好单身啊？对。你就主动约人家吃饭？对。朋友这么多年不见，能在电梯里遇是一种缘分，挺巧的。然后就多聚聚呗，就不想让这种缘分再流失。多久就定下来了？说我们应该是一对儿。09年的3月14号，白色情人节。啊，白色情人节。现在到底有多少个情人节呀？2月14号是什么7月份又有，什么3月14号也有。是啊，什么意思？2月14号是情人节，就是大家传统意义上认为的那个情人节。那3月14号是白色情人节，也就是说女孩送给男孩礼物的一个节日。因为那个时候两个人确实有一点朦胧的那种感觉哈。然后呢，我给他发了一个信息啊，用心的也买了一份礼物，也就算是心有灵犀吧。他也给我买了一份礼物，后来我们俩就是这样在一起了。挺好，挺幸福啊！什么时候就开始变成现在这样了呢？今年嘛。发生了什么？他公司成立。好事儿啊！好事儿啊！变成坏事儿。怎么了？他今年开业应该是4月16号，这4个月里边，如果能正常10点之前回家的，好像超不过3天吧，包括我生日。就是他一心都在公司了。他是这么说的。你这好像话里有话，什么叫他是这么说的？事实不是吗？事实我没有看到。他永远不相信我是在谈事情去啊，他以为我去外边又跟谁一起出去玩去啊，又跟谁喝酒啊，唱歌呀，我没有那么大闲心去做这种事情。喝吗？回家的时候基本是宿醉。我不是每次都醉着回来吧，好吗？不是每次。那你说的也太夸张了。因为我不喝酒，我没法理解他们那种喝酒的状态。他是根本就不能理解我。我自己开这个公司，说实话挣的钱都是一滴汗水摔巴巴挣出来的。本来上班的时候就很累，然后晚上应酬更累。我回家我什么话都不想说，我不想去吵，我不想去说这些东西。我觉得没有什么可说的，他根本就不理解。但是我根本就没有方法适应这种角色的转变。在我们俩感情的这个3年当中，前2年多都是玩伴，一起玩，一起开心。结果到了这后半年，我就完全变成了一个，就像你这个题目特别近的那个电视剧《婚姻保卫战》，里边有一个男主角叫徐小明，我现在就变成他主夫，我的工作就是上班、做饭、洗衣服、收拾屋子。你不愿意过这样的日子？我们俩经济条件都还不错，就算不开这公司也还不错。那你担心什么呀？你就是不想要这样的生活是吗？现在你出去喝酒陪客户，客户大部分都是男的，女人喝酒，我不知道能不能把持得住自己。每次在饭桌上，只要他一给我打电话，响几声不接，电话就无数。那接了电话之后就问你跟谁在一块，什么时候回家，有几个人，叫什么名字，有意思吗？你觉得这样？我也需要分享，是吧？那么你公司的事儿，我也希望我能帮上忙，而且也不是帮不上。什么都不说啊，我跟人谈事儿。我是什么都不跟你说吗？我每次说完之后，然后你就不信，你就问，你就查。你们俩为这个会冲突吗？我根本就受不了，他轻轻糊弄我一下，我哪受得了呀？可能也就是推推搡搡吧。啊，但是你认为是推推搡搡？拜托。有什么打算？我还想做好我公司，希望他理解我，为我父母给我的这份钱，为我自己闯的这段事业，为我手底下这23个员工负责任。不对，你是24个员工，还有一个是我啊，这我理解。你不理解，张老师？怎么了？啊，他现在回家态度就是我是他的员工，去给我倒杯水去，我就倒杯水，就拿我当员工一样训。你觉得我在员工还有工资呢吧？那你不觉得你得到比员工多吗？我得到什么？现在我全都失去了。反正你觉得你跟我挺亏得慌的。亏得慌谈不上吧，至少不太满意。那我不知道你什么叫满意，我这么做也是为了咱俩好，是吗？你说了，你有23个员工，其中20个
都是高薪，为什么每次都是你喝，人家按时下班？我一操心的命，我不放心行吗？很有智慧啊，布先生，每个问题都点在人的腰眼上啊。听听老师们怎么帮你们分析、找问题。来，我们一起进入真心丘比特问卷。夏老师，我觉得你不够自信，不是不够自信，不够信任。对，是你对爱情不够信任。对，我跟他在一起这3年半，我把他的生活变得越来越丰富多彩，他把我的生活变得越来越灰色。你能说明一下吗？就是举例说明他怎么越来越丰富多彩了。可能我以前的朋友会比较多一点啊，但现在我的朋友都离开我啊，都认为我的就整个人都不给他了。我没有别的时间，我每天晚上跟人吃饭吃到9点，我不回家我就有罪恶感，我觉得家里还有什么活没干，还有什么事儿没做。可能他晚上回来喝多了没得吃，我要回去做饭。那你不觉得你的朋友之后都跟我很好吗？这更信任这个，他的朋友全变成他的了。你要为你的人生负责任。今天我相信你要去交朋友，他能挡住你吗？所以我觉得今天我到这儿来，就是请3位老师还有赵晨赵老师，给出我一个合理的意见，我应该怎么做？那我自己去衡量我能不能做得到。如果我能做得到，我会继续对他好，跟他在一起。如果你们给我的意见我做不到，那我想换一种生活。压力好大呀，这谁敢说话呀？我敢说话。来，谁老师？所有的一切我听出来了，你都在为他在服务，非常可爱的一个好先生，我觉得你很有福气。但是呢，我觉得这问题出在哪儿了呢？帅哥，你听着啊，我觉得还是出在你身上，你应该尊重他。刚才你上来的时候，你倒是说了一句，你说我身材很伟岸，但是我有个狭窄的心胸。一个男人长得可以很矮小，但是他的心像大海一样的开阔。那我觉得这个男人都比一个身材伟岸、心眼小的人可爱。其实我心眼小，只是在这近半年而已。每次都这样，每次都这样说出一个道理，给我解释一下。帅哥，我想跟你说，每一个人有选择自己生活和工作的权利。我觉得你没有权利干涉他选择自己工作和生活的权利。我也很爱他，我也很理解他，但是他给自己的压力太大。我就想告诉你，一个女人既要爱一个家，又要出去创业，是非常非常的辛苦的一件事。然后作为一个你爱他的人，你要给他一个特别大的空间和一个宽阔的胸怀。布先生已经做得很不错了。其实沈老师，你看回家做饭，在家里守候。为什么一个男人不能在家给一个女人做饭？为什么一个男人不能在家给一个女人洗个衣服？为什么一个男人不能在家收拾房间？我觉得我不是女权主义，但是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在这个社会上都有一个。当然，我今天如果我老公在这儿，他肯定不开心听我这句话，他就讲沈丹萍，你就是女权主义，你就是很过分，他不喜欢我这样，他就觉得我太强势了。但是我今天其实要为他说一句，真的没有什么，我觉得爱情没有高低，你就这么一点点忍让就不可以吗？是吧？我是从小看着您的演的戏长大的，我对您呢所说的话我非常非常的信任，但是我在这里请求您站在我男同志角度替我说一句好吗？谢谢您。好，首先就说这位美女很有福气，她有一个这样好的男孩子，还这么的在乎你。我呢也有一个还说得过去的老公，我向天发誓，我老公从来没为我做过一顿饭。没为我洗过一次衣服，没为我收拾过一次家，甚至我的2个宝宝都是我自己带大的。他可能就能挣一点钱给我，但是我也能挣钱呀。那你说我应该早就跟他分手了，但是我没有，因为我知道在我内心我还残留着对他的爱。尽管我是那么的看不上他，尽管我做梦都想要一个你这样的在家等着我，守候我，我出去拍完戏有一顿热饭在等着我。老公给我打好洗澡水，孩子帮我喂养的好好的，但是我没有这个福气。但是我就跟你说，只要有爱就有希望。没错，我现在讲一些方法好，一个方法就是，要不你让他入你股。没当老板之前，一个人赚钱我舒服，现在赚钱不够，我赚够不够，我还要考虑公司赚钱，你也会很开心，搞不好还送他，你干嘛那么早回来？是一种方法。第二种方法呢，我觉得你们态度都要改变。
你需要他时间，你不是说我赚多钱干嘛？你给我一点时间。你越是这样，他其实越不理解，他越不会达到你的目的。你应该这样子说：谢谢你赚这么多钱，为了我们的将来。如果能多抽点时间来陪我，如果下次少喝醉一点，酒少喝好，你就是好太太，我就更喜欢你，我很爱你。你多说这句话，我相信他会增加点时间陪你，酒喝少一点，我相信能做到。你说吗？我在想说，我再加上一句话哈，我觉得爱情没有什么不能忍让的。我19岁的时候已经拍了很多戏，大家都认识我。然后我23岁认识了我孩子的爸爸，我就订婚了。我24岁结婚，我25岁生孩子，然后我的事业就一塌糊涂。就是再也不怎么拍了。后来很多人就问我，包括记者，说沈老师，你觉得遗憾吗？你觉得自己在23岁的时候急流勇退，你丢失了那么多的荣誉和成功？遗憾吗？不遗憾吧？不遗憾，因为我觉得人生最精彩的舞台未必就一定是你的公司，是我的荧幕，不是这个。实际上，家庭的舞台也很精彩。我就想告诉你这个。这句话太精彩啊！我纠正沈老师一个观点，男人不是不喜欢强势的女人，而是不肯面对弱势的自己。我们很难想象男嘉宾平时在健身房里面很爷们的那种风范，然后回到家里面搓袜、搓短裤那种感觉。男嘉宾非常坦言地说自己是一个大块头的小男人，但其实这种小男人的心态我非常的理解。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？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有着一个女人在默默地支持他。一个成功女人的背后有着一大帮男人在摇旗呐喊。因为社会分工的不同，所以导致在这个男性社会里，一个女人如果想要成功的话，她就势必要得到很多男人的帮助。帮助的过程当中，就难免会暗生情愫。所以我认为男嘉宾那种担心是非常非常正常。而且我还想告诉男嘉宾，就是你完全没有必要去过于的担心。事实上证明，不管是撒切尔夫人，还是在这个我们的生活当中任何一个很有事业心的女强者，一旦生了孩子，马上就变了，更多的母性就发挥出来。就像沈老师所说的，她现在不后悔当初的急流勇退，可能当初会有点后悔，但后来随着自己家庭的成长，这个家庭舞台的精彩，她越来越觉得当初的付出是应该的。对，她肯定跟她同龄人比，可能她觉得她这个舞台比他们绚丽。对，但是我更多担心的是，他现在努力挣钱，将来要努力看病，而最惨的那个是我。现在我空手寂寞，将来我独守病床。你这一点太过于悲观了。一个人就即使不去创办公司，即使在生活当中不是那么忙碌，你能保证他是健健康康的？因为我从事的是一个健康的行业，我完全理解不了这种喝酒的人。那你认为健康最重要的是什么？运动，那是身体上的健康。真正的健康是精神头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所做的，以前我都不会做，我都是在开公司之后才做的。说做饭、洗衣服等等这些。我在家也做饭，我洗衣服、拖地。那我们是不是应该给涂老师鼓个掌？不，我认为这个东西，企业管理说把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岗位上，其实夫妻之间谁有时间谁做喽，是不是？您刚才说这个特别对，他有23个员工，养尊处优，而他努力拼命在前线。身先士卒嘛，这不正常吗？他没有掌握到做公司、经营公司。那这样好了，你帮他经营啊，你帮他管理啊，成不成？我可以，我没有问题。是，那就可以啊，那挺好，夫妻店嘛，不多好。这叫夺权吗？每次都这样说，那你做呀。真的不太想牺牲他当然做呀。不太想牺牲我健身的时间。你练得那么大块头，他一天到晚销售有什么用啊？你应该为他分担呢。他有23个人。他那23人不是不顶用吗？养尊处优吗？不顶你一个吗？是他不用，不是人家不干。兄弟，你认为错的不一定是错的，因为这公司不是你在经营，每个人有自己经营的方式啊。其实方法老师们都给你了，看不惯去参与吗？不放心陪着吗？那有什么了不起啊？我们就是不放心，我们就是心眼小，总是有招的。你天天抱怨还是没用的嘛。听听朋友们怎么说。来，大闹旁观你的事情。翟林那个7、8年的朋友，他现在跟以前就是完全变了个人一样。比如我们一起有时候吃饭，吃完饭以后去唱个歌什么的，这很简单。然后他就不会去，然后特意的跟我们这个疏远这个关系。但是我觉得一个男人应该就是身边的朋友应该多一点好。我如果没记错的话，你说了一句话，我觉得我出去晚点回家，我觉得愧疚，是你说的吧？对。你要向他学习，他是怎么让你
把这种出去玩都能变成愧疚的呢？其人之道，还治其人之身，让他出去加班的时候也愧疚。朋友接着说哈，我插了一句，然后后来就是到现在呢，等于是他给我的感觉就是，他现在最不开心的是因为他女朋友不在乎他。一个女人可以创业，可以强势，但是回家我觉得就是没必要把公司那个外边那个状况还带到家里边。明白。薇薇，你有没有考虑过说让他去到公司给你帮忙？考虑过，然后也跟他谈过这个问题，但是他每次都不去做，那我没办法，说过1次2次，他还是不去做，那我不想说第3次。但是我觉得你说过一句话，如果公司跟他之间一定要选择一样的话，你会选择公司。然后你忽略一件事情，他的另外一面叫做幸福。也就是说，如果公司跟幸福之间，你会选择哪一样？我想表达的意思是这样的，就是说，如果他还是以现在这种现状维持下去的话，我可能会选择公司。OK， 我的建议是这样子，大家都要付出一点点，而不是从对方开始。我觉得你可以稍微努力一点点，做出一点事情来，证明说我真的有一点点进步，这样子你们才能把这个给化解掉，可以吗？你们考虑清楚，然后向对方去表白。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黄金60秒。安妮，其实我想对你说，此时此刻，甚至咱们到天将来这段路上，我也很自责。为什么这半年我什么都能给予你，但是给予不了你工作上的理解和支持？刚才在台上我也在想，我到底能不能做到？我想听听你说。我决定我要不要继续往下做，好吗？我知道你对我的好，但是有一点你永远不承认，就是你自己很偏执。你总认为自己做的是对的，或许我也很偏执。相处这么多年来，我认为公司其实只是一个点，一个激发我们变成这样的一个点。我不希望扩大成一个面，无论怎么样，好还是不好，也都希望你好。也许不需要那么多时间。那就亮灯吧。别放手啊，不容易啊，走了这么久了。我觉得沈老师那段话说的特别好。人生有很多精彩的舞台，但是你后来发现，好多舞台其实都是给别人的，都是属于别人的。只有一个舞台是属于自己的，这个舞台的名字叫家庭。两位请回，谢谢你们。来，请回，请回。来，请关门。诚如他们自己在表白的时候所说的那样，这个会走。公司只是一个导火索，其实还是在情感生活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的。这些问题老师们已经帮助他们梳理了。你们觉得，以这2个人的关系，他们今天是会在这儿订婚呢，还是会分手？来，请选择。18.18%的现场观众觉得他们分手，更多的朋友希望他们能够订婚，还是祝福他们，但是选择权在他们自己手里。我们一起数5个数吧，来，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